告诉陈平安，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就是那里。祖坟生楷树，这是昭示尘世会降临圣人啊，会应验尘世，叩谢始祖庇护。你小子因祸得福，体内剑经竟然成了。原来走的是破而后立的极端路子。你李二是个明白人，听我的，去会会他。真没想到，小镇还藏着你这么一号人物。宋长京征战一生，杀人无数，酣畅一战，不枉此生。战神仙，杀天才，筑秦观，筑秦观。心狠手辣，无父毒父。沙场无情，世人误解我，百姓诋毁我，将士憎恨我。但大道就是如此，不是杀人就是被杀。千年之前如此，千年的千年之前还是如此。是大理武道第一人，这不是生者的气息。杀！什么？好大的力道！仅凭蛮力，你赢不了他。就乖乖躺着。静。让我看看你底子里还剩多少权益。
白驹过隙。大丈夫当立万世功业，为此何惜伶仃一命？何怜天下生灵？何惧万千逆境？我宋长靖是大理武道第一人。如此钢骨，应折不屈。不知武道，傲立天地。看来，这便是我的机缘了。多谢高人助我破境，养老神仙的心意我收下了。日后，每人选一张，回去仔细临摹，3天后检查。我要一张，给我一个。瞧，给我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就是画个小树嘛。你给我，抢不着吧？我要这张。走喽！快点！师兄，还记得我们来山崖书院之前，先生送我们的临别赠言吗？当然。那何为天地生君子？君子理天地。天地生养了君子，君子则当治理天地。那又何为学不可以已，轻取之于蓝而轻于蓝？学习无止境，在先人的基础上完善、拓宽自己的学问，学生也会超过先生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要鲁莽行事，执意为这座不过5、6千人的小镇舍去100年修为和1000年大道？你可是齐景春呐，是先生最为器重的弟子，是有望立教成祖的读书人。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。君子者，众生平等，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他人生死，更何况是6000人的生死轮回。什么众生平等？难道你忘了先生说过的明贵剑？先生学问自然极大，可道理未必全对。理者，所以正师也。君子识曲则曲，识深则深矣。师弟，事已至此，书院那几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。山崖书院要迁至大隋王朝，大隋与大黎虽是邻国，仍是千里迢迢，战事更是一触即发。此行凶多吉少，千万保重。先生，世间可有真正的天经地义？如何才能不对这个世界失望？你带陈队进过山了？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我会跟他离开这里，不久后离开东宝平州。那至少也要等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走吧。
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在这儿好歹你能照顾我，等以后出了小镇怎么办呢？哼，只是又一下，连死都死过了，还怕什么呀？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宋长靖如何啊？还不错，只是他底子比我差，凭什么比我先破境？你林二破境，不在生死间。师傅，你看我根骨不比师兄差，机缘的话，还有没有变数啊？你带着傅南华去老龙城啊？记住，死也不许泄露根脚。哦，师傅，保重身体。师傅，你对师弟也太不近人情。师弟虽然成天没个正形，可是对师傅您是打心眼里好啊。反正都是无根浮萍，死在哪里不是死啊？你也带上你家那个泼妇走吧，在东宝平州，你这辈子都没希望破境。儿子女儿，你可以带走一个，另一个送去山崖书院。那师傅，你以后还能如何？等死而已。我既封你为河婆，就要负责河中事务，又回来我这儿做甚？大仙，我想多看孙子几眼。别不知足！大仙之所以愿意庇护我，是不是因为我那孙子？既如此，大仙为何任由真武山带走我家马苦玄，毫不由自己栽培？大仙，我家孙子大仙息怒，是我失言，是我失言。虽然在我眼中没有好坏之分，没有正邪之别，不以此来称量阴德，可不意味着我就喜欢你的所作所为。以前不好与你计较什么，但是以后就算将你灰飞烟灭，也只是一念之间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去吧，盯着点廊桥那边的动静。是。要变天了。神仙大驾，凡人遭殃。山外的人不都很聪明吗？为何要做这等蠢事？谁知道？他们那些破道士，我就没捅过。破头啊！也不你们这些只知道藏在乌龟壳里的老东西们，要是能懂，不个个都成圣人了。山崖书院齐敬春，拜见杨老先生。倒是稀客呀。算了算，陈平安约莫会来，我等等他。
主要还是来拜访杨老先生。风雨欲来，多有烦闷呐。你来此地坐镇的第一天，我就瞧着你是个不得志的人。不过这么多年没听到你半句牢骚，也是怪事。你可不像是唾面自干之人呐。牢骚有啊，满肚子都是，只是说不出口而已。你的本事我不清楚，不过你家先生，就凭他敢说出那4个字，在我眼中就能算这个。杨老先生其实学问更大，我又不是读书人，你先生学问就算已经大过了至圣先师，我也不会说他半句好。杨老先生是觉得我们先生所说人性本恶才是对的？我没觉得对，只是世间这些衣冠之辈看得我心烦，所以有人出来唱反调，我便觉得解气，仅此而已。客套话莫要说，我不爱听。咱们就不是一路人。再说了，你齐敬春如今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我可不敢跟你攀上交情。齐先生，杨老先生，我想知道，能不能用治疗我的方法也治一下刘宪阳？他现在很虚弱。关我屁事！如果需要金钱铜钱，我还有。哎呀，别在这瞎操心了。今天打烊了，你们都走吧。陪我走走吧。实在是闲来无事，便用你送去的蛇胆石刻了2方私章，一个用隶书，一个用小篆，送给你，记得收好。以后看到了心仪字画，例如一些觉得气象不俗的山河形势图，可以拿出印章往上一压。好的。你记住，君子可欺以其方。你在文庙里的那帮老头子脑子坏了吧？明摆着有人在针对山崖书院和齐敬春，还一直袖手旁观，真当自己是泥塑木雕的死东西了。前辈真的不愿意试一试？我知道前辈的答案了。看来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。刘宪阳走了。刘宪阳，刘宪阳，刘宪阳！哎，我叫刘宪阳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哎，我以后一定要出去看看，喝最好的酒，骑最快的马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
你不是掉钱眼里的财迷吗？怎么这么大方了？全部的家当都要送出去。哎，齐先生，稀客呀，您楼上坐。别怕，天塌下来还有叔父在呢。就算是他，也承受不住。秋波漫穿青梦压星河，但又也绝无任何悲歌。小童坐静看山色，无问又长歌，所以站路渔樵也归客。河进山走江河，我知青山江河乐。父亲为人故人知我乐，样样心有福为歌，来个呼啸我，生生所念来人皆可得。突遇到明年已忘情，问教会之音，借问人间知我这能有情，三尺瑶琴随过心，四绝险难背行，孑然一身苍茫天地心。我仔细看过了，的确是普通簪子，我还以为是座小洞天呢。传说道祖有一座莲花洞天，但就里面的一片荷叶，就比你们大理还要大。齐先生，齐景春，放肆！小镇3000年的天道法度，我齐景春一肩挑之。你背逆大道，不自量力，就由本座先陪你玩玩。齐先生，是你吗？陈平安，快停步！你一介凡人之躯，这不是你能承受的机缘。陈平安，接着走，大道就在脚下。走！天下有我齐景春，天下快哉！